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面说。美国陆军自称在印太战场后勤保障呢面临巨大的困难。这一期我们就说说这个话题。美国陆军呢最近发布了一份简短的报告，一共只有9页纸。在这份报告里面呢，美国陆军承认在印度洋太平洋战区面临着很大的后勤问题。陆军的几名高官，包括陆军部长乌尔姆斯、陆军未来司令部的司令詹姆斯·雷尼、器材司令部的副司令莫汉，都对后勤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无论是这份报告还是几名高官对于美国陆军的后勤困难呢，没有讨论太多实质性的细节问题。比如说，美军到底打算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部署多少陆军部队？这些部队的编程是什么样的？在后勤上的需求有些什么特点？有哪些内容？等等。但是呢，我们从这些人的发言中可以提取出几个要点。首先是所谓有争议的后勤。按照美国方面的解释，这个概念指的是美国陆军很难把一支重装部队在没有对手干扰的情况下，四平八稳的从某个后方基地运送到前线的港口。在对华战争的背景下美国陆军如果想大规模的增兵到中国周边，那么无非就是把目的地设在哪儿呢？设在日本列岛、琉球群岛、朝鲜半岛，甚至是台湾岛。把大量的陆军部署在菲律宾是没有用的。这几个地理位置上的港口全都在解放军导弹的射程之内，加上反舰弹道导弹、远程反舰巡航导弹，解放军可以确保没有任何一艘美国运输船能顺利的到港卸货。哪怕是用空运的方式把人员部署到日本或者是韩国，这些人也休想等来自己的重型装备和后勤物资，最后可能连饭都吃不上。第二个概念是地理和地形。莫汉说印太战区可能是我们最难维持的战斗，因为距离太远，而且有这么多的海水。这话听起来似乎有道理，但是当年的伊拉克和今天的乌克兰到美国本土不都是远隔重洋吗？美国陆军为什么不抱怨呢？这还是要回到上面的问题。当年的伊拉克没有能力阻止美国向沙特阿拉伯大量集结部队。今天的美国军火船停靠在德国，然后通过陆地向乌克兰运送武器弹药，俄罗斯也没有办法。美国军方甚至有胆量用 C-17运输机直接降落到基辅，把火炮、远程弹药、反坦克导弹这些武器装备直接交到乌军的手里。所以美军在对华战争当中所面临的困难，并不是路途遥远或者是大海辽阔，而是解放军的远程远海打击能力。为了解决上面这两个问题美国陆军正在想办法寻找新的后勤基地。莫汉说，每当美军增加一个额外的基地，对手就会多一分潜在的困境。听起来美国陆军还处在进攻的态势。但是前一段时间，有国外的军事爱好者绘制了一份地图，上面标注了美国在中国周边设置的大大小小的军事基地，几乎对中国东部形成了密集的半包围圈。这么多的基地还绝对不够用，那只能说明美国陆军所面临的不是后勤基地数量不足的问题，而是后勤基地起不起作用是因为它的后勤基地很容易被中国打掉。在这种情况下，莫汉你就是再增加多少基地也是白搭。最后一个概念或许还是有点价值。美国陆军后勤司令部的司令汉密尔顿上将提出，要建立精细化、智能化的后勤体系，能够预测部队需求，实现精确物流、简化库存、准确交付。美国陆军曾经在一次融合项目实验中尝试了一种手段，就是采集战场上的实时数据，监控主战装备的运行情况，然后提前制定后勤和维护维修的方案。这种技术在 F-35战斗机身上已经得到了初步的应用。美国陆军现在很可能希望引入这个理念，改善自己的后勤能力。从理论上说，如果能够真正的实现这种精确后勤，确实可以降低后勤保障的盲目性，提高后勤保障的效率，对战斗力的提升它是有重要意义的。不过信息化并不是拍脑袋就能够解决的。要想做到这种信息化、智能化、精细化的后勤保障，不仅仅是后勤部门自己的保障资源要入网入库，
还需要把陆军各种主战装备，甚至是单兵装备也完全数字化、网络化。这需要采用很多类似于数字孪生之类的新技术、新手段，绝不是短时间内就可以实现的。因此呢，莫汉把美国陆军后勤能力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后勤能力改善的时间周期放宽到了2040年。从技术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个时间是有合理性的。可是，按照美国自己发布的预测啊，中国可能在2027年左右实现统一，最晚也不过是2034年。那么，美国陆军这种要拖到2040年才能实现的后勤能力的提升，还赶得上趟吗？好，这句话题我们就评论到这里。